俄乌冲突关键时刻，中俄两国将在莫斯科握手，但大家不要误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谢玉华。俄乌冲突关键的时刻，中俄两国领导人将会晤莫斯科。中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，大概率会被美西方媒体视作污蔑抹黑中国的一次机会。毕竟眼下俄乌冲突已经进行到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在美西方集体制裁、围攻、绞杀俄罗斯的危机当口，中国对俄罗斯的访问必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，也会被美西方的政客媒体炒作成中国正式出手干涉俄乌冲突。但事实上，中国访问俄罗斯是基于中俄两国关系，也是为了加强中俄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军事层面的合作，不会针对第三方。当然，美西方国家，尤其是美国，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。近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宣布，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，中国元首将对俄罗斯进行访问。毕竟，在距离俄罗斯媒体放出这一消息的这段时间里，围绕着中俄两国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首先说一说俄罗斯，眼下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俄美两国在黑海的激烈交锋上，也就是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和美军无人机在黑海狭路相逢，最后以美国无人机坠毁黑海告终。但对于这件事，美俄各执一词。俄国防部坚称，俄军战机并没有和美军的无人机进行过接触，是其出于自身的原因才坠海的。但美国则是一口咬定，认为美军无人机的坠海是俄战斗机拦截并撞击导致。总之，这一起事件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俄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的首次直接军事冲突，甚至还有媒体猜测，美国方面会因为这件事而考虑亲自下场参与俄乌冲突的可能。而美国一旦参与到俄乌冲突中，根据北约集体防御组织条例，北约就不得不被迫参战。所以说，眼下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敏感，可谓是西方集体围攻、绞杀俄罗斯的危机当口。而对于中国来说，近期发生在中国身上备受国际社会注目的一件大事，就是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外交斡旋之下，决定放弃历史恩怨，握手言和。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和解的背后，其实也有俄罗斯发挥的作用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是因为以中俄、沙俄、伊俄之间的关系，要干这么一件大事，几乎是很难绕开俄罗斯的。所以，如果把这两件事结合到一起，很容易让人会产生误会。于是，眼前美西方围攻俄罗斯，中国正式出手，要用一次访问对俄罗斯的支持。对于这件事情，大家既不要误会，也别多想。这其实就是中俄两国基于友好关系，为了加深合作才有的一次国事访问。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是在针对第三方，是在用行动对俄罗斯表示支持，这让美西方也会多想了。别忘了，他们或许正打算借这件事来炒作，以试图污蔑抹黑中国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要警惕美西方的舆论攻击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